首领，这从天上掉下来的到底是个啥怪物？长着人的样子，脸上却连一根胡子都没有。没见过，体型太弱，没有獠牙，也没有喉结。周良，你快看，他胸口怎么肿起2个大肉包？是不是得了怪病的畸形兽？悬崖，救命，别掉下去！我没死，我不是从神农架悬崖掉进发光的地洞里了吗？这里是哪儿？你们是哪个救援队的？首领，这怪物说的话好怪。什么是神农架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别杀我！我是女人，活生生的女人啊！女人？首领，你打猎多，听过叫这名字的活物吗？没听过，山里只有飞鸟和走兽，根本没见过这种没长毛的畸形玩意儿。那这肉能吃吗？看着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味道咋样。别碰，万一带有瘟疫就麻烦了。带回部落交给大祭司，如果是邪祟，直接扔进火坑烧了。人贩子！法治社会，你们敢！我要报！大哥，剧组在哪儿？我们好商量。你肩膀顶到我胃了，放我下来，我要吐你背上了，真吐了！敢吐就拔光你的牙！算你狠！首领，带肉回来了。好肥的猎物，一点毛都没长。别过来！我警告你们，谁过来我弄死谁！苍岩，你带回了什么东西？大祭司在黑森林边缘抓到的，没有獠牙，皮扯不下来。老祖宗传下来的话里哪有过这种长着红皮的怪物？这不是人，这是招灾的邪祟。怪不得天神发怒，部落饿死这么多人，就是他把咱们的运道全吸干了。什么邪祟？我是人，是游客，你们到底懂不懂法？邪色在说污言秽语，杀了他，把他的血放干，撒在祭祀坑里，神明才会平息愤怒，赐下食物。大祭司，不能杀他，没长爪子，这长相跟咱们人一样啊！说不定是神明看咱们快饿死了，派来救命的，随便杀生会遭报应的。没用的老东西，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轮得到你来多嘴？住手！苍岩，你为了一个邪祟，要跟神明作对吗？大祭司，上个月你把2个活人扔进了祭祀坑，神明给我们掉下一块肉了吗？没有，族人还是饿死。那是神明还在愤怒。我是部落的首领，他是我抓回来的，他的命我说了算，轮不到你在这里发号施令。明天一早，我带人去河部落，用最后5张白虎皮换食物，把他关进地球，饿他3天，如果不死，再看是不是邪祟。没信号，连紧急呼叫都打不出去。月亮是红色的，这根本不是地球。完了，老子真他妈穿进野人窝了。红皮丫头，老人家，你下巴怎么样了？吃，你太瘦了，熬不过夜里的冷。你们部落的人都饿成那样了，你把吃的给我，你自己怎么办？我这把老骨头吃不吃都一样，天马上就要冷了。下第1场雪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干不动活的老家伙就要自己走到林子深处去。走到林子深处去干什么？去喂狼，把省下的肉留给苍岩他们。他们年轻力气大，冬天必须迁徙，不留着我们，整个部落都走不到暖和的地方。这是祖先定的命。放屁的命！你们这叫谋杀！冬天冷就盖房子生火，没吃的就趁现在存粮食，凭什么让活人去死？存不住的，祖训说了，肉不能保存，放3天就会生蛆，吃了肚子烂穿。丫头，你明天要是能逃，就往南跑吧。放几天就烂，去他妈的破规矩！老子偏要把这肉存到冬天给你们看。首领，天太热了，顶着大太阳赶路，鱼都翻白肚起沫子了。死神的气味！苍岩，你拿部落最后的兽皮换回来一堆招灾的烂肉，
把表面发黏的刮掉，里面的肉还能救命。现在立刻分，马上吃。老祖宗传下来的死规矩：天热肉招灾，放过夜就得死人。所有人听着，今天就是撑破肚子也得把这堆肉全塞进去。天黑之前吃不完的，统统扔进后山深渊。留一块烂肉在部落里，就会惹来瘟疫。大祭司，几百斤鱼，一天怎么吃得完？全扔了。明天大家吃什么？等死吗？没用的东西！你想违抗祖宗的死规矩吗？扔掉！吃不完的必须扔。不能扔，那不是烂肉，我有办法让他们放半年都不坏。听到了吗？就是这个邪祟，是他把灾祸招到部落里，才让这些救命的鱼全烂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从地沟里拖出来！今天不烧死他祭天，神明绝对不会息怒。妖孽，你害得部落断了粮，还敢在这满口胡言！来人，拿火把来，把他跟这堆烂肉一起烧了。把鱼给我，只要给我盐，我能让他们放半年都不坏，留到冬天吃。真是失心疯了！老祖宗传了几百年的死理，天热肉就会烂，这是天意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在这指手画脚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盐是什么东西？一种能保命的东西。附近有没有咸味的石头，或者长在水边像白花花的沙子一样的东西？首领，他说的是不是盐湖部落的死亡白沙？吃过那白沙的人肠子全烂穿了，那是剧毒啊！有这种地方对不对？不管你们叫它什么，那不是毒药。带我去装一点回来，我能让这些肉变成过冬的粮食。毛说那是毒药，吃了会死人。你敢用毒药来糊弄我？直接吃当然是毒，我有办法把它变成宝贝。信我一次，换你们全族过冬的命。好，我跟你赌这一把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会亲手一点点捏碎你的骨头。去送死！好，苍岩，既然你非要信这个怪物，那你就去。3天，我倒要看看3天后这堆肉是能换来粮食，还是变成毒死全族的烂泥。毛，拿上最大的兽皮，跟我走。周良，这是盐湖部落的地盘，被巡逻队发现，我们会没命的。掩护我。巡逻队来了，撤！够了，走！苍岩，把所有表面发黏的鱼拿过来。这些白沙不是毒药，是盐。死人因为他们直接吃没提纯的毒盐巴。用它来处理肉，盐能杀菌，还能把肉里的水分彻底逼出来。没有水，肉就不会烂。苍岩，带着你的人学我的动作，每一寸肉都给我用盐狠狠地搓。找最重的石头压在上面，从现在开始把盆放在太阳底下暴晒，3天之内除了翻面，谁也不许碰。把毒沙子揉进臭鱼里。苍岩，3天后这肉要是毒死了人，你就用你的命向祖先谢罪。要是肉没烂，大祭司，往后部落里就再没有你的规矩。等3天。3天到了，打开它，让首领看看他带回来的瘟疫和腐臭。怎么，已经被蛆虫吃光了吗？把烂肉倒出来给全族看。没发臭，首领，没有死鱼地的烂味儿，这味儿闻着舌头想流口水，我从来没闻过。不可能，天这么热，绝对不可能，肉不能保存的，这一定是障眼法。这肉比活鱼还香，没毒，能吃。太香了，舌头在发热。阿大、阿二，快来吃啊！我们死不了了。那是盐，盐逼出了水分。祖训说肉不能存，是因为以前的人蠢，不懂方法。今天这条规矩废了。咽下去，老瞎眼，快咽下去！红皮丫头，肉没烂，我不用去荒野等死了。不用去了，冬天谁也不用去喂狼了。大祭司，祖训错了。苍岩，
你敢背叛祖先！从今天起，他的方法就是巨石部落活下去的新规矩。你救了全族人的命，往后大石招落的刀，听你指方向。刀你拿着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你们活下去。妈的，总算是活下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鱼已经存够了，为什么要把东西全收起来？风里有冰碴子了，最多3天，大雪就会封山，必须马上往南迁徙，去热草原。那他们呢？他们为什么不收拾东西？他们连块兽皮都没有。他们不走。什么叫不走？把他们留在这儿挨冻？落雪天，老东西自己进荒野，这是死理。不把他们的肉身还给神明，天神就会降下大雪，把咱们全族都活埋在路上。你敢留他们，就是想让全族给他们陪葬。自己走进荒野，你们要抛弃他们？要想让部落活下去，就必须有人留下。我没得选，这是命。放狗屁！什么命？冬天冷就该能封屋子，生火取暖，跑什么跑？无知的邪祟，草坡根本挡不住寒冬的暴雪。除了山部落能睡在原本就有的石头洞里，这平原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风雪。留在这儿，全族都会变成冰块。草棚挡不住，就造石头和泥土混起来的硬屋子。我懂怎么建，只要给我2天时间，谁都不用去死。好，我给你2天。毛，让所有人停下，不走了。苍岩，你疯了！泥土洞柱会裂开，你想拉着全族陪葬吗？就算死，也死在部落里。这2天，所有人听他的。这种红土全挖出来，掺上河边的碎石头。踩，用脚踩，把草茎和泥巴完全踩均匀，这叫天河计。天神降雪了，房子挡得住风，挡不住天神的怒火。你们多吃1口肉，苍岩和小崽子们过冬就少1口。神明在等你们把命还回去，你们不死，雪就不会停，全族都要给你们陪葬。大祭司，外人不懂规矩，你们也活糊涂了吗？别因为你们这几把老骨头贪生怕死，把小崽子们全饿死、冻死在这个泥坑里。老瞎眼。昨晚落雪了，他们按规矩把命还给天神了。放屁！屋子马上就盖好了，还什么命？老瞎眼，你醒醒！屋子快盖好了，你跑出来干什么？大雪压下来了，祖宗传下来的死规矩，雪天老瞎眼必须把命还给天神，这是他的命。还个屁！昨晚墙已经背起来了，
火也生了，肉也分了，只要再熬一晚就能活。谁逼他大半夜跑出来冻死？昨晚刚下雪，枯木就去找了他们，根本不是什么天神要命，是那个装神弄鬼的坏东西，用你们的死规矩把他活活逼死的。背上他，跟我回部落。今天我要让那个老神棍看着我们把这房子盖完，我要当着全族的面撕烂他那张吃人的嘴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违抗祖训的下场。天神收走了他的命，下一个就是你们。闭上你的臭嘴！老瞎眼是被你逼死的。今晚我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是你那吃人的天神厉害，还是我盖的屋子能活命。苍岩，把老瞎眼背进屋，所有人跟我进来。这是什么？这叫火炕，能把冬天烧穿的火炕。把干柴拿进来。把部落里所有人全部叫进这间屋子，快！风太大了，墙没裂，风进不来，好热啊！我们活下来了，不用去荒野喂狼了。毛，去把它挖出来。大祭司，外面的风雪冷吗？这泥坟塌了吗？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枯木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你旁边的人。老瞎眼是你拿祖训逼出去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为了部落，这是祖宗的规矩。规矩个屁！从今天起，冬天进荒野的死规矩废了。你不再是大祭司，谁再敢提把老人赶出去，我就砍了他！这片地开春后用来种野果核，把活捉的野兽圈在后面养起来。明白。林下大人说什么，我们就怎么做。这个冬天，留在屋里的人没有冻死一个。这只是开始，要想永远不挨饿，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。巨石部落，愿听从你的指引。栅栏里的母兽怀崽了，仓库里的存粮足够所有人不用去森林里拼命，也能舒舒服服吃上2个月。不用拿命换肉，小崽子们都长了肉。这叫什么事儿？天天在这看人挖泥巴，老子的长毛都要生锈了。首领说了，林下大人教了圈养，外面的活物不能乱杀，要抓活的回来生崽。种地那是没力气才干的活，我们是部落最见血的勇士。现在倒好，蹲在屋子里等分肉，这算哪门子勇士？去，给我拿5条最大的鱼，今天我们要吃顿好的。毛，林下大人定了规矩，不到分发食物的时间，谁也不能动仓库里的东西。规矩？老子在黑森林里和剑齿虎搏命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这仓库里的肉以前全是我们打回来的，我现在吃自己打的肉，还要等什么分发时间？毛，放手！拿武器对着自己的族人，你想造反吗？首领，我没造反，我就是不服。凭什么我们这些最强的猎手，现在地位还不如几个天天喝烂泥巴的弱夫？对，以前部落里谁吃的最多，是我们猎手。现在呢，大家分的一样多，我们连拿条鱼都要被拦着。
这不公平！食物统一分配是为了保证所有人都能活下去。你们现在不打猎，每天消耗的体力比建房子的族人少，自然不需要额外增加食物。你一个外族人懂什么？在平原上，只有手里的长矛才是真理。不让我们打猎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用？没有他，你冬天早就冻死了。滚回去放下武器，再敢来仓库闹事，我打断你的腿！谁？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首领说过，你再敢挑事就砍了你。我来是看你们这些曾经的英雄，怎么变成被圈养的狗。老东西，你想死吗？掐死我吧！反正你们这群活狼也快被憋成没牙的狗了。以前你们扛着滴血的猎物回来，部落里谁不给你们磕头？现在呢？肉全在那个妖女的破屋里，苍岩已经不需要你们去深山里拼命了。再过几个月，谁还管你们叫第一勇士？你们连那些玩烂泥的废柴都不如。大祭司说的对，今天我去仓库拿块肉，那个以前连跟我说话都哆嗦的跛儿，居然敢挡老子的路，说没首领的命令不能拿。去看看明天怎么分皮子吧。过冬打出来的那张最好的白虎皮，要披在那些只会垒泥巴的软蛋身上。你们这些天天给部落流血的活狼，连口热血都喝不上。老祖宗的死规矩，是谁的毛沾的血多，谁就吃第一口肉。你们手里的家伙是用来杀猎物的，不是用来掏鸟蛋的。拿着你们的矛，去把你们该吃的肉自己抢回来。明天的白虎皮，老子我看谁敢碰一下！毛，带这么多人图战斗尼采，你想干什么？首领，我们不干什么，我们只要拿回属于猎手的尊严。仓库里的食物和兽皮，我们要分一半。你们没有参与开荒和建房，没有任何贡献，凭什么分一半？就凭我们以前流的血，就凭我们手里的武器，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今天谁也别想拿到。想抢仓库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我苍岩绝不允许部落自相残杀。抢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想要尊严，觉得建房子、种地配不上你们猎手的荣耀。是，我们是为战斗而生的，不是被圈养的废人。笑话！谁告诉你们不打猎就只能当废人的？从今天起，部落正式建立分工和职业。既然你们这么能打，我给你们更强的武器，更高的地位，就看你们敢不敢接。你什么意思？去，把1号木箱抬出来。这是我根据山部落采集的藤蔓和草原野兽的骨骼，专门给你们打造的符具和武器。部落现在有了满仓的肉，有了暖和的屋子，外面的猛兽和别的部落马上就会顺着味儿找过来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只会满山掏鸟窝的猎户，我把你们编成护卫队。你们手里拿的是部落的牙齿，以后谁敢靠近部落，你们就去咬碎谁的喉咙。啥队？首领他说啥？是不是以后不让老子去山里了？蠢东西！他是说以后你们就是部落的狼群，你们去哪儿，部落的肉就在哪儿，你们守哪儿，哪儿就是部落安家。那就是说，以后我们不是去打猎，而是去杀部落的敌人，杀人就能吃饱。只要你们把部落护住，肉管够，外面的地也是你们的。听到了吗？以后别在那儿磨磨唧唧盖屋子了，都给老子把家伙磨乖，咱们是部落的牙。以后部落实行规则交易，种地的拿种地的木牌，护卫队拿护卫队的木牌。你们只要巡逻训练，带回外面的情报，就能拿到最高等级的木牌，换取仓库里最好的肉和兽皮，不用去拼命找食物。你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战斗。林夏大人，你是说
我们不但不用去挖泥巴，还能拿最好的武器，吃最好的肉，只要保护部落。对，但如果部落被外敌入侵，塌了一块泥砖，我就拿你们试问，敢接吗？护卫队毛，敢接！他们现在不仅不抢食物，甚至有人主动把肉分给建房子的族人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因为他们找到了比抢夺更高的价值，那就是守护。滴血！谁干的？是黑狼部落，他们带着几百个最野蛮的食人战士，他们听说了我们有永远吃不完的肉和不怕风雪的房子，他们打过来了，距离部落只剩半天的路程。半天时间够我们做防御，他们是冲着食物来的，肯定会集中攻击正门。毛，带护卫队上土墙，把削尖的木桩搬上去。护卫队，拿上武器，跟我上墙。第一组带所有小孩进仓库土屋，用粗圆木把木门从里面顶死。第二组把所有空材罐搬到水渠边装满水，全部搬到怼墙后面。二组跟我去打水。苍岩，你们建的这是什么怪石头？从里面滚出来，把你们吃不完的肉交出来！想换肉，拿你们领地里的草药和铁胡木来换；想抢，半条鱼都没有。平原上的规矩就是谁拳头大谁吃肉，给我砸开这堆泥巴！第二轮，后退，退出长目光的距离。林夏大人，水渠里的水断了，黑狼不出在外面把上游连进部落的水流截住了，里面全是干泥巴。我们墙内今天装了多少陶罐的水？50个大布罐，按照你以前教的，每天每个人只喝1竹筒，最多够所有人喝5天。知道了，让大家尽量少流汗，不要出屋子。你去休息。他们不攻城了，他们打算围死我们。陶罐里的水只够5天，5天后所有人会渴死在墙里面。我明天带护卫队从正门冲出去，把截断的水流挖开。400个人在外面盯着，你们30个人冲出去就是送死。单纯的防守和硬拼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要找帮手。这是我们，外面是黑狼部落，这是森林部落，这是草原部落。想找到他们帮忙，知识和力量属于部落自己，绝不外传，也不干涉其他大部落。这是这片平原的3条绝对规则，他们绝不会为了我们去和黑狼部落打仗。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。他们不帮忙是因为没有给他们看到好处。森林部落认识所有草药，但他们不会保存肉类，一下雨就挨饿。草原部落有最强壮的角牛，但他们不会建房子，一到冬天幼崽就冻死。林夏大人，您的意思是拿我们的建房技术、腌肉技术去和他们换森林部落的毒药，换草原部落的角牛骑兵，把大家的力量拼在一起，黑狼部落的400人根本推不倒我们的墙。把建房和腌肉的方法交给外族，如果他们学会了，冬天不挨饿了，反过来打我们怎么办？只要我们不停地想出新方法，不停地交换更有用。封闭只会等死，合作才能活下去。苍岩，敢不敢跟我出去走这一趟？只要能让族人活，规矩可以不要，今晚就走。烟雾能挡住视线，冲出去后不要停下打架，全速往东边密林跑。盾，守住部落，天亮前让所有人不要靠近后门。首领放心，他们进不来。走！
首领，他们没有追上来，天太黑，他们找不到草被踩倒的痕迹。不要停，天亮前必须进入密林边缘。首领，怎么了？解阵，有点不对劲。放开他们！别动，看周围。平原上的巨石部落首领，你越界了！森林不欢迎外人。木叶，我今天不是来打猎的，也不是来抢地盘的，我来找你们帮忙。你们被黑狼部落围在土墙里的事情，跑过森林的流浪者早就说了，想让我们去给你们挡石头，不可能！马上退出去，再往前走一步，木桶里的毒刺会让你们躺在地上不能动。不用你们去拼命，我们来是做交易。交易？平原部落除了几张兽皮和生蛆的臭肉，还有什么能跟我们换的？那是你们没见过能放半年的东西，尝尝这个。没有臭味，里面有盐湖里的白沙味道。这种肉吃了肠子没断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不仅吃不死人，这种肉放在树洞里半年都不会烂。用你们治伤的草药，还有那种能让人吃完力气变大的树叶，跟我换。药草和毒草的认法属于部落，绝不告诉外人。我把做这种肉的办法一步一步教给你，这不叫外传，这叫技术交换。你们守着草药，下雨天不能打猎，就只能吃发臭的烂肉。今天你教我认草药，我教你怎么用盐。我们都没有少任何一块肉，但我们都能得到以前没有的东西。把藤蔓松开！草原部落比野兽还难说话，他们除了自己的牛，什么都不看在眼里。只要他们还在乎牛，交易就能成。苍岩、木叶，一个是只会建泥巴墙的平原首领，一个人是天天躲在树沟里的老鼠。怎么，今天黑狼部落把你们的泥坑砸烂了，跑来这里要吃的？烈风，带着你的牛群，跟我去把黑狼部落冲散。凭什么？我的角牛一跑起来，黑狼的人确实躲不开，但我凭什么让我的牛去替你跑？草原的规矩，不留没有好处的汉。就凭你们，连自己的牛王都快养死了！闭嘴，外人！草原上风太大，牛角护顶受了伤就是会烂，这是风吹的。那是伤口进灰化脓了。还有，看看你们那些只用木棍撑起来的皮帐篷，风一刮就透进去。木叶的背篓里有能让这伤口3天就不流黄水的草药，能保住你这头牛王的命。我用保暖的房子剑法，加上治伤的草药，换你们的角牛骑兵跑一趟，再换你们教我们怎么喂养野兽，干不干？只要能保住小牛，我草原部落的300头角牛，今天就去踩烂黑狼的营地。停住！大门裂了，拿原木顶上去！门破了，从缝隙挤进去，抢光他们的肉！
离开平地！苍岩，你找外族人帮忙，你破坏了规矩。杀了那个外族人！木板，担架，抬他进土屋，快！生火，把水烧滚，快！血流得太快，草药草敷上去会被冲走，他活不了。我说他死不了，把嚼碎了能止血的草药全部拿出来，砸烂！把砸烂的草药给我，按住他的腿和肩膀。苍岩，不要乱动，撑住！苍岩死了，你们的首领死了，肚子被切开，血流干了。没有首领，你们这些拼凑起来的人很快就会散开，平原还是会回到抢夺的规矩里，你们守不住肉。我现在就刺穿你的脖子，给首领报仇。首领，肚子被切开，你怎么可能还能走路？因为新的知识和方法，把命留了下来。每一次改变，旧的规矩就没用了。学会了交换和种植，你再来抢夺就是找死。平原永远是属于狼的。旧规矩，死了。巨石部落的仓库里，有吃半年都不会坏的肉。草原部落的牛圈里，小牛会继续生。森林部落的草药，能治好你们身上的伤口。想活命，就丢掉抢夺的习惯，加入联盟，遵守新规矩，用你的力气去翻土，去浇水，去建泥巴房子。愿意捡起地上木牌守规矩的，今天晚上排队喝热鱼汤。我守规矩，我想喝肉汤，不想再饿肚子了。首领，林下大人，第4号兽栏的圈养兽出栏了。木叶改了草料配方后，这肉上的白油比野兽厚了一整圈。肉质很紧，圈养的办法彻底成型了。清空第4兽栏，通知仓库，明天开始，所有参与铺路和建学堂的族人，肉量增加1倍。是。那就是你说过的学堂，能让联盟永远不消亡的地方。对，只要那个地方建起来，就算我们以后遇到了大灾难，或者全死光了，只要活下来的人看到里面留下的东西，就不会重新退化成野人，去叫木叶和烈风。
学堂下午封顶，我的要求只有一条：明天日出前，巨石部落的烧砖法、验肉法，草原部落的寻水法、接身法，还有森林部落的所有治病草药配方，全部送到学堂里。草原部落没意见。这3年要不是巨石的房子和木叶的药，我的牛群早死绝了。我烈风脑子里关于怎么找干净水井的办法，全画在这张树皮上了。不行，不行，首领，绝对不行！认草药的知识属于森林部落，是祖宗传下来的底线，绝不能告诉外人。老东西，3家部落在一口锅里吃3年饭了，你还藏着掖着？普通的止血药我们给了，但这个木盒里装的是我们森林部落治烂热病的独家秘方，这是部落安身立命的根本。交出去了，我们森林部落以后在联盟里算什么？枯藤长老，规矩早就变了。规矩能变，地位不能丢。没有秘方，我们就是只会吹毒箭的打手。枯藤长老，3年前的冬天，森林部落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死水，得了烂疝病，对不对？那是天神收命。你死抱着治病秘方不放，为了所谓的地位，每年眼睁睁看着族人喝毒水生病，然后再去用你的秘方治病。如果3年前你们就把秘方拿出来，换到草原部落的这块树皮，那12个孩子根本就不会死。哼，原来你们连有虫子的水都喝，真是蠢到家了。把盒子放在桌子上，让所有人一起学。草原人不用烂热病死，森林人不用喝毒水死。在这个联盟里，地位不是靠藏着东西换来的，是靠让所有人都不死换来的。去学堂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除了要试学打猎和种地，还要学这个。这叫文字，这个符号代表我们烧饭的火，旁边这个代表我们人。林下大人，火就是火，人就是人。我们有眼睛能看，有嘴巴能说，为什么要费力气画在石头上？这能当饭吃，还是能杀黑狼部落的人？毛，你现在是联盟最强的勇士，你能单杀剑齿虎，但等你老了死了，100年后，谁还知道你怎么杀的虎？大家会口口相传。口口相传，传3代就全变了味儿。人的眼睛会瞎，脑子会忘，人还会死。老瞎眼死了，他一辈子的看天经验就没了；大祭司死了，规矩就断了。但只要把它画在石头上，刻在木板上，就算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的人全死光了，变成灰了，我们的后代只要看到这块石头，就能知道火怎么生，房子怎么盖，病怎么治。这就是文明的传承。你的骨毛杀不死时间，但这块石头可以。拿在手里，看着石板，跟着我画。首领，林下大人，没断，这东西比最好的黑石头还要硬10倍。石头时代结束了，把这种红石头全部烧出来，给护卫队换上这种武器，以后再也没有野兽和部落能冲破我们的墙。技术只是一把刀，它能帮我们劈开野兽的骨头，也能劈开自己人的脑袋。有了这种武器，联盟的规矩就必须比这把剑更硬。规矩是你定的，只要这把在霸石手里，规矩就不会破。墙上的格子快填满了。今天下午烈风把草原给母牛接生的图也送过来了，放到第3排，分类放好。以后这个房间是联盟的根，比外面的粮仓还要重要100倍。你把打猎、种地、
烧石头治病的办法全部刻在木板上教给他们了。如果有一天，他们什么都学会了，不再需要你这个外族人了呢？那不是很好吗？文明从来不是靠一个人创造的，我从没想过要在这里当什么大首领或者神，我只是一块敲火石，帮你们把火星打出来。火已经烧起来了，就不需要敲火石了。如果有一天，平原上不再有饿得啃树皮的老人，不再有病死的小孩，所有人靠这些木板就能活得很好，那我的任务就彻底完成了。火是你点起来的，不管平原以后变成什么样，只要巨石还有一个人活着，就是你永远的护盾。巨石联盟，万古不灭！万古不灭！新的时代开始了。